女人捡到鬼子的狙击枪，看到前面有鬼子，就想一枪把对方给打下来。她向敌人瞄过去之后，发现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她不知道瞄准镜是什么东西。身边的男子想起来之前看到过鬼子搬弄这样的枪，上面有可以扭动的旋钮。他告诉女人后，女人仔细找，终于找到了，然后根据男子的提示，将下面的一个旋钮也扭下来。男子回想起鬼子再那么一转，上面的那件东西就取了下来。女人根据男子的提示，也终于将瞄准镜取了下来。她将瞄准镜交给男子保管，没有了瞄准镜的束缚，本为猎户的他用起枪来如鱼得水。男子则是拿起瞄准镜试了起来，并清楚地看到女人一枪打中了鬼子肩膀。女人觉得好奇，她将瞄准器拿到手后，男人告诉她怎么调节。女人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目标。女人让男子帮忙装上瞄准镜，这次她想打烂鬼子的头，然后就精准不差地给鬼子接了脑瓜盖。女人腿部受伤，已经开始昏迷，男子将她背起来找到一个房间，放在凳子上。他们看了一下伤口，如果再不处理，可能就要感染。女人请求男人帮自己把腿上坏掉的肉给割了。男子一听吓坏了，但他为了帮助女人，还是听话的去找刀，但是却没能找到女人要的醋。男人找到火柴和蜡烛，点燃后将刀在火上烤了烤，接着女人就叫男人动手。此时的男子吓得浑身颤抖，说自己只给马割过掌，却没割过肉。女人看到男人不敢动手，就一把接过菜刀。女人咬住自己的辫子，就将刀向自己的伤口一去。男人则是害怕的扭过了头。女人此时想到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鬼子杀害，为了给父亲报仇，她狠下心动了手。她顿时疼得撕心裂肺，她却依旧坚持。切完腐肉的她再也挺不住了，就昏厥了过去。真是女英雄啊！假扮成八路的鬼子悄悄观察国民党的兵营，在发现营房空虚时就走了过来。他们谎称需要用友军的电台，放哨的士兵说那需要长官的手谕，鬼子说有，接着就伸手去腰间拿，然后拔出匕首。其他的几头鬼子一起动手，将门口的几名守卫干掉。接着他们就冲了进去，他们将兵营里的其他战士暗杀。接着一个女军官出来查看怎么回事时，被鬼子用枪指住了头。这个国民党64军师长的女儿就这样被押送到战场，以此要挟他的父亲向鬼子投降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只能暂时跟鬼子拼。苏师长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有些不舍，鬼子们也借此机会赶快撤退。苏师长看到后心里极其矛盾，举枪就想朝女儿身后的鬼子开枪。八路战士连忙阻拦，劝他不要着急。此时楼上一名受伤的女猎户发现了这个情况，他用从鬼子尸体旁捡来的狙击枪，一枪打中了那头绑架人质的鬼子。接着八路和国民党军一起发起冲锋，将这群鬼子消灭，干得真是漂亮。